你不要怕他，你怕他，你就给他拿住，相信我，我留着后手呢，我有的是招治他。行了吧，你先把自己身体养好吧，还治别人呢。哎呦，你说你真是，你老瞎看问啥呀？不理您就不理您呗，你也跟他冷处理啊？他肯定知道我今天去找南丽的事情吧？知道就知道，这种事儿迟早是要敞开来说的。妈，这时候啊，您得有点底气。您跟他结婚都快20年了，他跟他前妻也差不多就这些年，您提这要求一点都不过分，知道吗？好，我听你的。我回来了。怎么回来这么晚啊？加了会儿班，孩子们呢？睡了。画完作业写完了，我检查过了，奥数还是错了不老少。我让他在线上发给我了，确实错了不少。哦，对了，周六的材料我都准备好了，你到时候跟爸对一下，别落了什么东西，白跑一趟。急什么呀？不是约好的周六吗？那也不急这2天呀，晚2天要什么劲啊？又不是什么火上房的事儿。没这房子，孩子们还不上学了。雅德中学是妈提的，借爸房子的方案你也是同意着的，这怎么话锋一转，好像我图谋不轨似的呀？不是，那咱俩分工有明确的呀。你既然揽下来孩子学习的事儿，那么事到临头又指望我爸。我指望什么了？这不是咱俩共同商量的方案吗？那你到底有没有用心呢？欢欢比子悠学习成绩差那么多，到底是他不如子悠聪明，还是你不如田雨岚用心呢？你的意思，我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请假那么长时间在家还不够，我应该辞职才对？我没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的事业是事业，我的事业就不是了吗？那么长时间假是说请就请的？不，那我呢？2次怀孕、生育、哺乳期，我耽误至少3、4年吧。你在家才多久啊？你就说的好像你受多大委屈似的。两个人能不能少说一句啊？孩子都睡着呢。你好，南京龙的快递。哦，好的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再见。来了个快递，像是什么文件？是律师事务所寄来的。
南叔叔，你喝水。谢谢啊。叶涛妈妈，你先去打扫卫生间。哎，好。事儿非做到这个份儿上吗？我给过你脸，可惜你不要。我对你很失望。哎，你想想，我现在，就我这个，现在我上哪儿去弄这300万给你啊？你没有，我有啊。我可以给你房款的1半，但是你跟那个姓蔡的女人得从那个屋子里面给我滚出去。多大岁数了，还这么大气性？伤肝，咱能不能好好商量个事儿？咱不赌气行吗？我赌什么气？南建龙啊，在我们2个人离婚的时候，白纸黑字写的，房子有我的1半。我当初没有跟你较真，不代表我这一辈子没有较真的权利。行，那你就让法院来强制执行吧，把你女儿的爹赶到大街上去。你跟低俗的人待在一个屋檐下，时间待久了，你也变得那么低俗啊？南建龙啊，律师函是文明的方式。如果你要是跟我耍无赖的话，我有很多不文明的方式。为了丽丽，还有2个孩子，我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我说到做到，我把话撂这儿。他怎么说啊？那怎么办啊？你那个什么协议的时候，你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起过呀？我提了又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他不提，我不提，大家都给摁心里头。现在为孩子这事儿，他又给翻腾出来。你现在明白了吧？这事儿不是说我不写你名字，他这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。你说，加他外孙子外孙女儿他没意见，好，你这脑袋一热，非要加上个名字，这下把他逆鳞给他碰到了吧？当初你可不是这样说的呀！你要跟我结婚，你说你有工资、有房产，还有存款。你当时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你是在协议前还是协议后啊？哎呀，这工资他不是房产，你想好了再说，要不然你再扯这个谎，你要用很多谎去圆它，那可有好记性啊！哎呀，我知道你现在生气，你生气了好不好？但是他现在不是跟我较劲的时候，咱俩这个时候得一致对外，对不对？你跟我也是10几年的夫妻了嘛。我嫁给你10几年，我没有别的想法。要不是顺便，我不会想着要加名字的。但是你不能骗我呀，你不能把我蒙着10几年，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好，我错了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啊，其实这事儿我也一直想跟你讲。可是，他没个由头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我这平白的跟你讲起这事儿来，你心里怎么想啊？就你这性格，是不是又睡不着觉了？对不对？天天着急啊！你说就是我这身体，要不是你这么照顾着，那还不是有了今儿没明儿的事儿？我不跟你一心，我能跟谁一心呢？我能跟，是不是？怎么想的似的？别着急啊，您慢慢说。他说那个房子
是当初设计院分的公房，然后他们俩花钱买了下来。离婚的时候协议是1人1半，这母女俩这后来就搬出去住了。据说是南丽的外婆好像有房子留给他们。这么大的事也没听你提过呢。那协议上怎么写的？你南叔就顺口跟我说了一句：“哎呀，我们都没有往这方面去想。”哪里知道这10几年过了之后，他突然来了一封律师函，他要他自己那一半呀。那当然了，那会儿房子多少钱？现在多少钱呀？我问过中介了，要700万呢。南叔有多少存款？他一辈子拿工资的，能攒下什么钱呀？再说他身体也不好，3天2天去医院的，花销也挺大的。哎，那南丽她妈妈经济状况怎么样啊？他前妻自己有一套房子，要是真的他狠心把房子卖了的话，他出得起这个钱啊？那到时候，我跟你南叔就要被他扫出去了。哎，那不能，南丽干不出那种事儿，毕竟是他亲爹。那是他的亲爹，可我不是他的亲妈呀！这母女俩逮着机会，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我觉得吧，这事儿也好办，哎，找个机会把南丽约出来，让南丽好好做做她妈妈的股。你们聊。我觉得严鹏说的有道理呀，我们再去求求南丽，说不定啊，她比她妈好说话。这个时候，我也不要什么面子了。这不是面子里子的事儿，谁都不傻，这账谁算不明白啊？这是几百万的真金白银。再说了，这又关乎着他孩子上学的事儿。如果我是南丽，我恐怕不会让步，我肯定不会让步。别急。罗律师啊，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吗？我还是建议你们私下好好协商一下，争取到对方的同情分。真上了法庭，只凭10几年前的口头承诺，确实没有多大胜算。谢谢啊。哎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米糖吃饱了吗？那你今天再早点回去吧。那晚上吗？哎，没事，今天我收拾。哎，那行，我们就先走了啊。刘阿姨再见，米糖明天见。再见啊。刘阿姨再见，哎，姐家再见，明天见。欢欢，带着弟弟进屋玩会去吧。好，走吧。妈，你是真打算要那半套房子，还是就是吓唬吓唬他们？律师函很贵的，我有空啊，我花钱去吓唬他们。你还真打算要啊？我现在彻底想明白了，老头子跟那个姓蔡的也过了10来年了，啊，你说他跟我们这边有多少情分，也就那样。丁是丁，卯是卯，钱是硬道理，在钱的问题上最能看得出人心。他也得有那么多才行呢。这么多年，我估计他也没什么积蓄，拿不出那么多钱来。你到时候你还打算把他赶出去啊？可以分期付款啊，我不怕他赖，我也懂法。他要拿不出来，叫法院强制执行他退休工资里面直接划出来。哎，其实就是为了防着蔡菊英嘛。他要抓着这事跟我们做交易，那我宁可不加2个孩子名字，再想其他办法。你现在还是没有明白，加不加孩子的名字现在已经不是关键了，事情已经摊出来了。就算加孩子的名字，那姓蔡的他不会摸老头子了。天长日久的枕边风这么吹着，早晚有一天他得逞。妈，这事儿是我挑起来的，
但我本意真不是这样。房子要回来，加上我们孩子的名字，对吧？落户口也好，不需要跟别人商量。你的本意本来就是为了2个孩子，好吗？啊，行，这事儿啊跟你们没关系了。我跟老头子有些旧账，确实应该要算清楚。小金山，帮我把凳子撤了。妈，你没放盐。我可能忘了，我回一下锅。那2个别吃了。爸，我妈这2天怎么了？今天上午开车差点追尾了。追了吗？就差那一点儿，我们2个都吓坏了，她还吓哭了呢。歇会儿我来洗。不用，你别沾手。这事儿都怪我，是我疏忽了，我事先没有考虑到爸妈的特殊情况，我就不该张罗这么个事儿，把所有人都搅进来，还让你跟妈这么为难。没有，我不该冲你。我那天就是被那位给气着了，扬起了我。雷霆雨露俱是君嘛。事务所一切正常吗？耽误这么长时间工作，衔接需要时间。小问题，你不用担心。怎么了？擅长睡觉吧？又长白头发了。没事儿，这老公也有，上初中就有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我这辈子是不是挺失败的？都到了长白头发的年纪了，我才混了个不上不下的楼面经理，要钱没多少钱，权势地位也谈不上。现在我妈老了，还要流落街头，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。你那同事不说给你介绍个很厉害的律师吗？律师也没有什么办法，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争取那对母女的谅解。你说这是不是就是我跟我妈的命啊？10几年了，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争取他们的谅解，就像个魔咒一样。这事儿我跟我爸妈提过。你跟他们胡扯什么？先别急，我既然已经被第一城啃老族了，我怕什么？不过这事儿真的是我爸主动提出来，他们愿意出这笔钱。不是白给的啊，就算是借的，以后慢慢还。他们的意思呢，就是也不想看见亲家母到老了居无定所。你觉得怎么样？
真的？煮的。老公能拿这事儿跟你开玩笑吗？哎，不过真没想到哈，说我爸妈平时也不是那么大手大脚，一下拿出这么多钱，我也挺惊讶的。哎呀，毕竟只有这一个儿子嘛。老公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天特别可爱？真不可爱。反正今天就是特别可爱。这就是雪中送炭。哎呀，回头我跟着亲家公得好好喝一顿大酒，你别拦着啊。他们对兰兰呀是很看重的，就是看不得兰兰为我们的事情吃不好饭、睡不好觉的。是，你别说，兰兰这孩子呀，善良。哎，你说我当时这离婚的，是哈，这离婚协议上是明明白白写着房子有他一半。你说他既然开口了，我也不能赖掉。不是咱们的，咱不贪，还给他。对，还给他。哎，咱不是还有一笔积蓄呢吗？咱呢就当是借了一笔房贷，以后每个月我的退休金，除了还亲家公的这个借的钱之外，还够咱俩过日子吧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踏踏实实过日子，吃糠咽菜也行。不至于的，不至于的。等把这事儿了了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在房本上写上你的名字。你知道，我主要也不图这个，就是走个程序。孩子们的名字该加就加，上学要紧啊。对，你说太对了，上学要紧。哎呦，终于能睡安稳觉，走，睡觉。哎，把梨吃了呀？对，一高兴忘了。哎，子悠怎么没来啊？他上课呢。啊，爸，他上的是作业帮直播课。您放心，那上面的老师经验丰富，有教学大招和诀窍，子悠学起来很快的。而且就在家里上，也不用往外头跑。上完课还有时间玩一会儿，也算是减负了。对，吃吧，动筷吧。对啊，来，您尝尝，这儿的菜挺好吃的。哦，好。来。爸妈，我以茶代酒敬你们二位。哦，好。来，我陪一个。好，来，来。爸妈，你们肯帮我妈，我真的从心里面感激你们。您看我写的这个行吗？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？哎呀，一家人不必如此。我得懂事儿啊。懂事儿。你们都是懂事的孩子，我们还能信不过自己的亲儿子儿媳呀？就是。你们真要是有心孝顺，就该满足我们老人的心愿。兰兰啊，你跟严鹏都还年轻，现在国家政策都放开了，完全可以再生一个，跟子悠是个伴儿啊。你这时候突然提这个事儿了呢，哪有功夫啊？哎呀，这个钱啊，就当我们给你们生孩子的奖励，不用还了。看你们烦不烦呢？怎么又提到这个事儿了？那孩子能说有就有啊。但凡你们能给句准话，我们也就不必老提这事儿了，是吧？其实就是让我们定心，希望你们1年内能怀上2胎。2胎一出生啊，妈就把厂里的事儿全都丢下，专门给你们带孩子。那生2胎还能就地打保票啊？什么事都能扯到这个事情上来。你今天来也不是来聊这个2胎的事儿，你们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想借钱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我什么意思？这个，
我们挣钱呢也不容易，是吧？拿出去呢，总得有个正当的理由吧。希望你们呢，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啊。你们呢，只需要负责生，这个人力财力的，我们都会尽力的帮你们匹配到位的，是吧？爸妈，我还得回去陪子悠上课，我就先走了啊。我来买单。干嘛呀？你们到底是不是真心想帮忙？不是，我那话都说好了，你们还这样，真的是一天都不让我办事。你这孩子，鹏鹏，不是，老婆，等等我，你赶时间啊？怎么连老公都不要了？你们是不是商量好的？没商量，没人跟我商量，这事真没人跟我打招呼。果真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只会掉陷阱。我说他们两个怎么突然变成慈善家了呀？还真是没让我失望。他们就是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了，就随口一提呗。这是孤单不孤单的事情吗？生孩子是我的事，是我的自由。他们又不是要害你，那怎么上赶着给钱，反倒落埋怨了呢？他们如果真愿意出钱帮我妈，那我不管到什么时候，我都会承他们这个情。这钱我又不是不还，现在他们拿二胎来跟我做交换，这不是人情，这是生意。这两码事儿，你非要混一块儿谈？是我混在一起吗？是你们混在一起。你们这就是趁火打劫。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就算他们不给钱不帮忙，那要二胎的多了去了，你为什么就对添一个孩子这事儿这么抵触？你怎么不想想啊？子悠从出生到现在，你给他换过一次尿布吗？刷过一次奶瓶吗？每次他生病发烧，不都是我整夜守着？现在他学习你又管过多少啊？啊？你除了拖后腿，就是当甩手掌柜。再生一个，你以为孩子是光合作用长大的？不是你让我什么都别管他吗？那是因为我指望不上呀。再说了，你爸妈现在多大年纪了？60多岁的人了，他们还能拼多少年呀？就算他们愿意拼，这些年这个实体行业什么情况，他们自己心里也应该有数的。更何况这种最末端的加工行业，万一哪天生意有的闪失，那孩子生出来又塞不回去的，一家人喝西北风啊！怎么老那么悲观呢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那我爸妈就算开不了厂子，这些年也攒了不少家业吧？怎么不看路呢？这人。会不会玩游戏？哎呀，别吵了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你这孩子从小就这样，脾气来了逮谁刺谁，还真是，就亲妈才不记恨你。你们记恨我好了，反正我就是外婆不疼舅舅不爱的，所以才叫人捏扁了搓圆了。你也真是的啊！我说再生一个也不是不行，现在大家都在生，多生一个孩子，将来多一份依靠啊！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指望养儿防老啊？一个子悠都把我累得老了好几岁，我要是再生一个，我还要不要活了？哎呀，妈妈帮你带呀，一个养也是放，2个养也是赶。哎，人家以前家里养7、8个孩子，不也一样养大呀？现在是什么时代啊？生孩子你得对他负责任，你得好好教育，你得给他优质的生活。再说了，我37了，我现在就是一个楼面经理，我要想往上再走一步，我最晚不能超过40岁。我又没有什么好文凭，我就是个不入流的3本。我走到这一步，我都是靠自己辛辛苦苦拼出来的。我如果这个时候去怀孕生孩子，我职业生涯就真的到头了，我还真能靠姑婆养着呀。你不想生，也别把话说死呀。他们有这个念头不是1天2天了，是我一直不松口。
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来，也太处心积虑了吧！好了好了，你也不要撕破脸啊！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有这样的公婆在，你平时不求他们，万一遇到什么大事小情呢，他们还能给你垫个底啊。是，我要是同意生2胎就能拿到他们这笔巨款，你房子的问题就不用愁了。好了好了，别说气话了啊！这未来未去，也都是为了我的事情，伤了你们夫妻俩的感情，这让我怎么安生啊？来团呐！跟你们说过几次了，别管龙，来团呐！这种局都不会玩，会不会玩游戏？我算是看清楚，这夫妻感情再好，只要是跟他父母有关系，他就一定是站在他爸妈面前。我就不信，离了他爸妈，我还想不出别的办法来。我这2天肩颈难受死了。都是低头族啊！说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脖子前倾60度，你的颈部就要承受25到30公斤的重量。难你给我签下字，这么吓人。哎，你们都听说了吧？那天南总的继母闹到公司里来了，这么大的瓜，公司里谁不知道呀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听说他那个继母是小3上位。嗨，那都10几年前的事儿了。这个老太太啊是南总的继母，但是是立百商场田经理的亲妈。啊，亲妈？那他们不就是继姐妹吗？难怪我一直觉得南总和田经理之间关系不怎么样，一言不合就开杠。南总不经常还给一百商场没好颜色看吗？南总。颈椎不好，用电脑的间隙注意多活动活动，可以用头在天上画画名字。南总，对不起。洗手间、茶水间都是写字楼最危险的地方，下回八卦的时候试试消防楼梯，隔音效果上佳。贵母女还真是一个做派啊，都喜欢不打招呼直接上门。不好意思啊，有点心急。你妈给你爸发律师函，你知道吗？老爷子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。你不能光站在你妈那边啊，你爸也是亲爸呀。儿女的义务呢，我帮你分担了。你爸那边基本不用你操心的，可你现在惦记着你爸的房子，这对欢欢超超来说不是什么好的示范吧？首先，我并不同意我妈的做法。你说的对，妈是亲妈，爸也是我亲爸。就算我可以既往不咎，我也没有权利替我妈原谅伤害她的人。你从我的角度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？南丽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至少是坐在一张桌子上吃过很多饭的情分吧？你非要这么苦口相逼吗？我妈不要的，我不会怂恿她；我妈要的，我不拦她。你总得想想你爸呀！我爸有退休金啊。如果那房子归我妈，她还有300多万傍身呢，大不了我把她接回家住。我还真能指着你给她养老。你真的不肯帮忙劝劝你妈？
你说我怎么开口啊？那房子本来就是她的，我妈已经失去老公，失去完整的家。老年主张自己的权利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是她的亲生女儿，我拦她，我不是站在你们那边往她心上扎刀子吗？我还有个会，先走了。真没必要搞到这个地步。这么一弄，好像我在意老爷子房产似的。不把他们逼到这个份儿上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疼。这都多少年过去了，是吧？外公外婆对簿公堂，让孩子们怎么想啊？再说我爸身体又不太好，你这么搞下去，我有分寸的。这事儿你别管了，你管好你自己。别老跟夏君生吵架。我们没吵架，就是有点争执。现在像夏君生这样的丈夫，孩子的父亲有几个啊？做女婿也很贴心。这段时间也不知道怎么，一说起孩子的事儿，说着说着就都急了。那孩子们总是牵动父母的心啊。夏君生够负责任的了啊，在家里面帮你管了那么长时间的孩子。不是，怎么成帮我了？那难道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呀？又抠字眼儿，你说你在这儿，哎呀，那都说男女平等啊。那你们俩换一下，夏君生去上班，你在家里面照顾孩子，管这个家，你能做得比他更好啊？那我还真不擅长。那谁天生擅长啊？现在的年轻人个个都蛮自我的，你说有几个人为成全别人而苍老？人为别人活，总是比为自己活更难。他的话结束在一连串的惊叫声里。原来唐瑶团就在他眼前一头撞进了城墙里消失了，然后又在他的惊叫声里重新从墙里退了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只大石榴。爸爸，我想跟唐小团一起去冒险。好啊，那就在梦里去冒险吧。啊，睡了，刚睡。你说这么点的孩子精力怎么那么旺盛啊？熬得我都困死了。赶紧睡觉去吧。不行，我还得看那个欢欢的择书作业。我来吧。你行吗？不就看看对错吗？再说不是有标准答案吗？对，就在那个家长版最后面啊。哎呀，这孩子睡着了，就像天使一样，越看越可爱。可是白天气人的时候也是真气人。你辛苦了。我知道，要照顾2个孩子，还得管我妈，一家人吃喝拉撒、接送、辅导的，有多大的工作量，我心里都清楚的。这你问他我惯的，再辛苦我也心甘情愿了。我给你保证，我以后不乱发脾气了，好好说话。以后谁要是嫌着急，另反一方就要及时制止。
先发脾气的法国。我听这话的意思，你是要给我送钱啊？先回睡觉去吧。啊，你也别弄太晚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这房子的事让爸这么为难，还影响了你跟爸之间的感情，我真挺过意不去的。你不用过意不去，那房子也有我妈的一半，就算现在不报出来，早晚还是会算这个账。我大概算了算家里的存款，其实咱们还可以选另外一种方案。什么方案？买一套雅德那个学区房，哪怕小一点的。滴答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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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答嘟。时间慢慢悠悠，却从不停留。他知道什么都带不走，却从不强求。回忆胖胖瘦瘦，却从不忌口。他知道什么会总不够，也从不放手。哭的笑的像个孩子似的，一点点消失，甜的咸的，好的坏的拥有才记得，当然是失去才会更深刻。恨不得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心怕掉了，不在意都是假的，在心里偷偷的计算着对的错的，都是放不下才执着。还好是自己走过，就会知取舍。时间慢慢悠悠，却从不停留。他知道什么都带不走，却从不强求。回忆胖胖瘦瘦，却从不忌口。他知道什么会总不够，也从不放